界，那一双看透了我灵魂的眼。每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，为什么你都看得见？在没有遇见你以前的我，没想过爱情为何。你是否也一样？你像风来了，带我离开人潮，拥抱蓝蓝天空。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跟你一起遨游，手牵手，重新将风景看透。无论是多云大雨或风和日丽，呼吸着同样空气。你是否一样保持那最初心，依然喜欢看星？如果你是温柔的风，就让我成为你的风云，每一天想起幸福的声音。哎呦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真是到哪儿都能碰到你。是，我承认我们的关系是有点改善了，可是你没有必要因为昨天晚上的某些情绪而过度解读，更加没有必要整天跟着我。我是不会回应你的。我暂时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你还老在我跟前晃悠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子越兄，你来了。莫兄，你让开一下，我要找莫兄。莫兄，我带你去做男人会做的事。走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他去做男人会做的事。明天的开庭你不用准备了是吧？你别担心，这我自己有办法。陆子曰，就算我们之间有误会，那你也不用就此转性，见缝插针，连开庭都不管，就要带坏这个清纯少年吧？工作跟娱乐本来就没有冲突，总不能老是闭门造车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言传身教是吗？要做男人，就要由我这种男人来现身说法。林夕做不到，就由我来执行。走吧。子越，我们去哪里啊？走。6环、8环、7环。你会的东西还挺多啊。我就是喜欢这种训练专注力的运动，对脑子好。射箭的时候呢，要一心一意，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，才能够有的放矢。6环。还行吧？要不要试试？记住，
一心一意。十环，十环，十环。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你没问过我，你可以教我一点别的东西吗？你都快赶上奥运选手了，我能教你什么？字，有一些字我还不认识。字？哦，可以啊。你看，这些字我都认识，可是它们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不认识了。比如说啃老，还有房奴，难道是有一种食物是叫老的吗？还有，怎么还会有奴隶啊？啃老指的不是食物，是指年轻人明明有能力在外面工作，他却不去工作，在家里靠父母或靠亲戚养。那灵犀是这样的人吗？灵犀？我认识的灵犀，他不是啃老，他虽然性格比较火爆一点，但还是一个非常自力更生的人，算是房奴吧。你刚才讲的房奴。房奴的意思是你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全部拿去缴房贷了，是房子的奴隶，生活过得非常辛苦。会很多吗？要很努力、很努力的赚钱才可以还得清吗？很努力才可以。那灵犀还是挺辛苦的，难怪他去跟老板要债，把我放在了这里。你真的是很善良、很单纯。那为房子努力的人就叫房奴，那如果是为朋友努力的人，是不是就是朋友奴？灵犀是我的朋友奴，我也是他的朋友奴。举一反三的能力不错。你可以教我写字吗？我在外面待了太久，我有一些字已经忘记怎么写了。可以啊，我教你写。你的名字呢？墨，草字头，下面一个约，我的约，再一个大，墨，格力。我不想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，我想知道灵犀怎么写，它是哪个灵哪个犀啊？好，灵犀。小郑总，我来吧。谢谢。我正好在附近办事，所以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忙是我帮得上的。小郑总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来，喝瓶饮料。谢谢。平时这些家务该不会都是你一个人处理的吧？对啊，换水龙头、清下水道、擦厨房、洗厕所，这些年把重心都放到了家务上，所以工作才没什么进步吧。等一下，那你完了。你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整理家务小能手。你都生病了，去休息吧。这些我帮你处理。不好吧？你是我上司哎。都下班了，你就别跟我分上下属了，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
弟弟。这去休息吧。不好吧？18:40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太阳躲在后面，笑着不言。微凉的饭后，微妙的夜，微醺的街后，微笑的眼，微微的转过头看你的脸，不自觉。微暖的守候，微亮的月，微弱的等候，微笑的脸，微微的牵起手看我的脸，不自觉。18:40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太阳躲在后面，笑着不言。你醒了。对了，你这洁色剂什么牌子的？怎么越刷泡泡越多啊？你这个家务小能手还真的是挺能干的。你是嘲笑我是吧？那个是洗澡的泡泡，是越洗越多的那一种。厕所洗洁剂是那一瓶。算了，年轻人出来吧，这些呢就交给姐姐吧。不，说着我来就是我来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哎，去吧，没事的，我来。哇，你煮的火锅也太好吃了吧！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独门调料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就是一堆东西放到一起乱炖。不过这锅乱炖现在倒挺像我的生活的，味道好不好吃，只有自己知道。不会啊，现在我也知道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你明天庭审的事，你会不会紧张？虽然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放不下。但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我拿不到属于我的那笔钱的话，以后的日子才不知道应该怎么过。你放心吧，我呢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该是你的，就一定会是你的。那是因为你太不了解我的前夫池旭了。我是不了解情况，不过我只知道呢，你离开那个混蛋，过得肯定比以前好。现在如果有酒的话呢，我都想举杯给你庆祝。你知道女人的筑巢本能吗？人的筑巢本能呢，基本跟动物差不多。女人呢，就是把家安顿好，打扫卫生，整理衣橱。备足好几个月要用的洗衣液，还有纸巾，备足冰箱里所有的食物。家对于女人来讲，就像是避风港。我们呢，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维护到最舒服的状态。但是明天一离婚，
避风港就没有了。虽然那个人辜负了我，但是2个人过跟1个人过真的不一样。但我不懂，他都辜负了你，他在不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你没结过婚，所以不知道有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感觉。结过婚以后呢，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家庭上，所以我失去了我的事业还有朋友。现在这个重心也要没有了，我就变得很迷茫。我不知道以后回家还能期待什么，现在就是漂泊无依的感觉。明天的事情谁都不会知道，说不定你明天会遇到更好的人，组织了更美好的家庭，到时候不就一样可以继续你的筑巢本能了吗？来，尽你的筑巢本能，跟我们更美好的明天。那谢谢我的弟弟小郑总 Cheers， 干杯。我知道，那木木就先这样吧，那能怎么办呢？那小傻子，如果当场发疯的话，还得演下去啊？谁让你把陆子月给放走了呢？啊！我看到他了，他回来了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全体起立。全体请坐。欢迎各位来到 Very Sexy 杂志的直播采访现场，相信大家今天都很期待这期节目。没错，我们请到的是拥有超高人气的服装品牌西西林工作室的老板西叶，以及他的帅气男朋友莫先生。现场的各位粉丝们，
张汇给大家。好了，谢谢，现在可以走了。搬椅子。哇哦，莫先生真是特别的绅士温暖呢，难怪能够赢得霸气西爷的芳心啊！坐。好了，这么有爱的情侣，相信大家也一定有很多疑问要问他们。没关系，今天就让大家得到满足。西爷，我很好奇你身上的这套森西芬服饰，是想要向大众传达什么理念呢？大家好，首先呢，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里。我觉得其实时尚它可以影响我们，但我们可以改变时尚。比如说这季我们的主题就是绿色森林，所以呢，我们特意去了大森林去拍摄，这是为了贴近大自然。还有一点，这次我们把我们的材料全都换成了有机棉，这样可以亲肤舒适，还可以时尚耐穿。哦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跟大家说，一切皮元素这一次我们全都放弃了，因为我们要做到的是环保。其实我觉得时尚有很多多样性，比如我前面的这件衣服。其实我刚开始设计的理念是它给女生穿的，但是男生同时可以穿哦。莫格丽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大家看啊、真帅气！大家看到了吗？男生穿上以后一样时尚有型哦。可以坐下了，坐下，坐下吧，坐下。还有一个惊喜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所有关注我们店铺的老会员，这次给大家的惊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情侣款睡衣。我设计的理念是，它既可以像睡衣，又不像睡衣，可以在室内穿，又可以在室外穿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。西爷真是实力宠粉啊！在这期采访之前呢，我们对粉丝做了一次调研，准备了几个粉丝最感兴趣的问题，要请西爷作答喽。莫先生，来，请抽一个问题。请给我。请问西爷，将来的设计方向会朝什么方向去呢？会将自己的潮牌做成品牌系列，进军国际时尚圈吗？刚才原告已经进行了相关陈述，被告，你有什么想辩驳的意见吗？有。我方并不认同原告所说的双方感情破裂。我的当事人和原告原本婚姻关系美满，直到4个月前急转直下，原因是原告已出轨，第三者准备生产。我方认为原告和第三者的关系严重侵害了家庭利益，影响了他的感情，因此，我认为提出这样的财产分割比例合情合理。这里有一些证据，是原告带着第三者前往奢侈品店的消费照片和刷卡记录。原告，你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什么意见吗？有。我想请问一下被告，
你是否认为在我的当事人出轨之前，你们二人的婚姻状况是幸福美满的？是。可是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，并非如此。我调查了两人的邻居，还有共同的同事，他们都说两人貌合神离，更像是被利益捆绑的夫妻。我还调查了两人的旅游记录，显示这几年根本就没有，连出差记录都是零。还有他们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都显示两人甚少交流。我的当事人和原告生活在一起，所有的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，没有旅行记录，没有聊天记录，完全无法说明问题。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，这一点我很赞同。可是有没有必要连生活的琐事都没在一起交流呢？两个人的干洗衣物要送到洗衣店里面去，居然是一前一后分开的。虽然是很琐碎的小事，但是这已经足以表明两人根本就是零交流。原告和被告的婚姻，在所谓的小三介入之前，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被告，你有反对的意见吗？有。原告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状态，每对夫妻都有其交流相处的模式，且不被众人所知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假设我的当事人对生活细碎小节不感兴趣？难道这就是一方婚姻可以出轨的理由吗？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，处处都在指责我的当事人婚内出轨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跟异性正常的社交礼仪也叫做出轨的话，那么白艺玲小姐昨天和你的上司一起搬家时候的亲密动作，是否也要被判定为出轨呢？照片上的人呢，是沃夫集团的经理郑理先生，而白艺玲小姐在前不久成为了郑理先生的助理。我是否可以这样问，你和他已经有了婚外情呢？综上所述，婚姻的过错方根本就不在我的当事人。即便他偶尔的忽略了被告人的情感需求，这也并不能成为你指责他的理由。哇，这个问题让我们粉丝们特别满意。关于希耶德问答就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不过希耶千万不要觉得采访就此结束喽，我们事先得到了一些情报。噔噔噔噔。现在是针对两位情侣的默契大考验时间。这个没有跟我们沟通过，不要回答，我们走。你问吧。对于在规定时间内答不上来的人，我们可是有惩罚的哦。请说出自己愿为对方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挨上一锤，时间。为他煎完冰箱里所有的牛排。帮他拧开水瓶盖儿，以及萨瓦迪卡。什么玩意儿？萨瓦迪卡是什么？莫先生真是一语惊人呐！还有萨瓦迪卡刷我的卡，哎呀，这口狗粮真是噎住了我。是，成为他的女友奴，帮他还房贷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后面你就不要再说了，都让我说就可以了，闭着嘴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希耶竟然害羞了，看来莫先生哄女友的技能能得100分。然而你们这么机智，我们依然不会轻易放过你们。还有第3题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题，你们互相决定和对方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来我说吧。我们两个其实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说过，
没有我，他会死掉。这个回答可以说让人十分满意了，恭喜西叶和莫先生通过了我们的互答问动。我们的互动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的 Very Sexy 的采访也到此结束了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接下来的环节是我们幸运粉丝和我们2位偶像合影留念的时间，有请。看前面，打招呼。谢，我能跟你合个影吗？没问题啊，可以啊。看前面，看那个摄像头啊，看那个地方。看那个地方，莫格丽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莫格丽，来，跟过来，快！什么情况？快结束了，又来一出番外，番外不是更好吗？跟我去看看，有料就拍，走。哎，好啊，走。怎么了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是灵犀啊。西和莫先生忽然出来逛街了，是想在节目尾声给大家秀场恩爱吗？屏幕前的你，别再说了，没看他不开心吗？别再拍了，听见没有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我让你别拍了，走开！都给我收起来！别怕，有我在。走。被告，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我请求合议庭让我提供新的证据。陆律师，你也是男人，应该理解这种事儿。男人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没必要说的这么明白吧？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的话，我们得先走了。陆律师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白叶玲的事儿没这么简单，她有先天缺陷。就算没有这种状况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最后。您放心，属于她的钱我1分不少会给她，但剩下的我得为我的孩子去考虑了。
这算什么证据啊？我说这话也是有原因的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反驳呀！法庭上，请保持安静。原告，对这份突袭的证据，你想要当场自证吗？我的当事人承认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里面的内容是属实的，但是对于他想表明的目的，我们不认同。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，你没有意见吗？是的，请陈述理由。其实，我的当事人外表坚强，内心脆弱。这么久以来，他一直受到极大的煎熬，已经开始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的症状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当事人，他的内心一直都非常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可是由于被告的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一直没能实现。于是乎，争吵、谩骂、恶语相向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，这也就是我当事人口中所谓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至于以后的孩子，更加是他极力摆脱这段婚姻之后心里所残存的一丝妄想。所以，这根本就不代表他婚内出轨了。请原告律师尊重事实，不要玩文字游戏。基于以上事实，我的当事人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话，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男人，面对他另一半的缺憾时候的心痛还有无奈，所以他才会说出走不下去了这些话，对不对？我解释完了。可以了，就这样啊。原被告双方还有相关意见或其他的证据提供吗？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双方当事人在辩论终结后有最后陈述的权利。来，莫格丽，进去，进去，别再跟进来了，走开！没事了，啊？他们不会进来的，放心，有我在。你怕什么呀？我灵犀是谁啊？我灵犀可是个大明星，好吗？这身后几百万的粉丝，只要我们一出危险，那粉丝齐刷刷的站咱们身后保护咱们。他们呀，比防弹玻璃还要棒。你害怕的东西，还有子弹厉害吗？枪声。枪？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这里哪有什么枪啊？根本没有枪。你是不是刚才看到玩具枪了？那些都是假的，玩具枪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把它拿出来，它的声音也是萌萌的，就这样，噗，噗噗噗。好了好，玩具枪也不要，我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都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去，危险。我不希望你出事情。你是不是也有阴影啊？其实我也有阴影。你也听到过这种声音？嗯，我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。关门的声音，砰！这个声音的杀伤力虽然不强，但是它是我从小的阴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妈妈，
我的妈妈被抬走以后，关门声音就是嘣，然后她就消失不见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再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她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接着，我爸爸再婚了。每次我爸爸去上班的时候，他离开家关门，嘣，我就知道又剩我一个人了。房间空荡荡的，虽然有文宇阿姨在，但是我真的无法接受她作为妈妈对我的爱。我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谁也不见，自己跟自己独处。这个算是我很小的时候很深的阴影吧。原来你也没有妈妈，原来我们异曲同工。这叫同病相怜，学什么呢？负分。我都很久没有用过了，都忘记了。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说惺惺相惜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星星向着西面走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可以向着你走，这样真好。唐律师，唐律师，这就算完了？怎么着？离一次不过瘾，你还想离第二次啊？你之前承诺我的财产分割，我利益最大化，为什么今天判决下来，还是夫妻双方财产平分啊？这是你的水平问题吗？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您的要求不就是在尽快离婚的前提下拿到更多财产吗？现在你贿赂对方律师已经被揭露了，劈腿生子也差点被坐实。要不是我给你那么多建设性意见，你觉得结果会好吗？你刚才在法庭上把我说的跟可怜虫似的，还说我接近什么妄想症，你让所有人对我投以异样的眼光，你这打苦情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难道没帮到你吗？现在你的诉求我已经全部满足了，你还要来质问我，这不是狼心狗肺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狼心狗肺应该已经习惯了吧？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了，只能祝贺你喜当爹了。喂，姓唐的，我警。18点40分，站在马路对面，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你走到了我面前，低着头眯着眼，太阳躲在后面，笑着不言。微亮的房后，微妙的夜，微醺的街后，微笑的眼，微微的牵
手看我的脸，不知觉。18点40分，站在马路对面。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。